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540万。美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蔓延趋势，就不断通过病毒溯源污蔑栽赃中国，掩盖自己抗疫失败的事实。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相关实验室早就在做合成改造冠状病毒的危险实验，而国际社会也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及相关实验室。部分国际媒体和国际人士指出，要推进全球溯源研究，应首先调查疑点重重的美国。日前，多家外媒质疑美国在炒作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的同时，却对本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2019年出现电子烟疾病等疑点避而不谈，令人生疑。韩国时报日前刊发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12月就在美国传播。如果有必要在全球发起对病毒源头的新追踪，那么首要目标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日媒今日日本还刊发新加坡独立评论作家孙喜的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并指出人们应该尊重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联合研究成果。据报道，10多年前，美国实验室已有冠状病毒合成能力。2008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论文，在其摘要中表示，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一项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命形态。这篇论文主要作者之一拉尔夫·巴里克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教授，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 SARS 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黑幕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也有联系。例如，在这项与冠状病毒相关的专利中，巴里克与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是共同发明人。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日前指出，美国德特里克堡不仅有长期研究致命病原体的历史，还生产各类生物武器和毒剂。巴里克2006年也曾撰文称，基因重组、合成生物等技术有被用来发展生物武器的潜力。而巴里克所在的生物实验室安全记录也堪忧。据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网站为了人民报道，2015年1月1号至2020年6月1号，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最开始呢，拜登包括在他竞选的时候他没有走特朗普的那条老路。拜登上台已经半年有余，但是眼看他的这个防疫的措施眼看自己要撑不住了，所以呢，拒绝国际社会对美国开放这个检查的要求，反而呢倒打一耙，把锅又再次甩到中国。此外，拜登政府发起的90天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也接近尾声。上月27号，拜登上任后首次视察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美媒分析，拜登去视察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其5月26号发起的所谓90天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就快到出报告的时候了，而这一调查正是交给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牵头负责的。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斯滕维尔蒙德就曾针对此问题公开表示，情报界如中央情报局等，他们没有实质性的公共卫生和病毒学实验室科学能力，也是最不可能在这件事上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或警示的部门。3月到5月，拜登质疑世卫组织的溯源调查结论，安排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领导的各情报机构出一份书面评估报告。结果2个月时间，10几个情报组织只有3家出了报告，剩下的都说没有足够论据做出判断。4月，海恩斯面对国会议员质询，坦言真的没找到证据。情报界并不确切了解新冠病毒最初是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传播的。一个情报机构怎么可能去处理科学问题？所以由他来做的话，只可能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他出来的报告是高度政治化的，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判断、去预测，它是一个高度阴谋论化的。美国试图就新冠溯源问题抹黑中国，但美国更应该担忧其国内疫情的严峻形势。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当前德尔塔变异毒株在美国国内的快速传播，美国连续多日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总数超10万，而这一数字原本在6月下旬时已经下降到1万例左右。另外，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的平均值也有所增加。
截至8月5号，过去14天内，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从每天约270人上升到每天近500人。面对当前美国国内严峻的疫情反弹，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发出警告：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大规模传播，不能排除会出现比德尔塔更为危险的变种病毒，后者的病毒携带量可能是最原始新冠病毒的1000倍，而届时美国将陷入困境。有评论认为，美国政府在抗疫中应该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生命。世界第一强国不应该给全球抗疫拖后腿，全球第一抗疫大国也绝不是现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破10万的样子。泼脏水呢，就可以给拜登政府给他减压泄愤，但是对中美关系、对美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命安全共同体、共同抗疫防疫的共同体，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